下面厉害了，脱口秀的大王要出现了，就是我们的王冕，大王出现。咱们的灯光老师跟音响老师真的挺厉害的，他们全程在线，一直不会掉线，他们会随时抓住你的。我发现，厉害！我发现地球人装熟，哎，比不熟其实更伤人。装熟比不熟，对，就比如说你新认识一个朋友，感觉很陌生嘛，会很尴尬，两个人就会聊天是吧？就说哎，我们是不是有共同好友啊，或者找一些共同话题呀？装熟。但是这种装熟的情况，一旦破了功，就会更伤人。就是我现在工作就经常录节目嘛，咱们反正我不知道你们啊，我是有一个习惯，就经常会有一些同台的艺人第一次合作我就没见过，所以我的团队会经常在我上台之前，在群里面发一些百度百科。PDF，比如说欧阳弟弟啊，然后你了解一下，对不对？我们是自己查，你还要同事弄哈？我不都是你帮我查吗？懒，发给我吗？懒，加入丑逢会，自己查。我看你有资格，查一查同台那些人是吧？就这样的话，你就会了解对方是歌手还是演员，有什么待播的作品，就不那么尴尬嘛。但有的时候，如果你功课没做好的话，就会有点露怯。哎呦，然后我要提到的是我一个现在的好朋友啊，然后赵小棠。小唐挺好的呀。然后我俩应该今年第一次录节目，见了面之后就特别亲切，所以上来之后我们的话题就非常紧密，我就感觉很舒服，就感觉小唐他一定是没有做功课那种，他是真的认识我，对他肯定是之前看过我的节目，我的音乐脱口秀他肯定看过。然后那一天录起来之后，就感觉我们是亲上加亲，就越来越熟悉了。你就决定追他？对，后来被拒绝了。就是从亲朋友变成亲人嘛。他只是特别了解你，你就觉得他是亲人了。对，你容易被诈骗以后，对呀。然后录了一天下来之后，然后下午有一趴就是需要我弹吉他，然后我就在那试音什么的。小唐就过来特别兴奋，哥，我以为他问我说你演什么曲子，哥，你还给我弹琴呢。这没看过你的脱口秀，完全没看过，就这一整天都是他知道我是搞脱口秀的，然后他跟我一些之前的对跟一些脱口秀演员同过台，然后但是我也没有很体面哦。你要干嘛呀？我很认真的问他，我说你们303都有谁来着？就是其实我也不是很记得他是哪个团的。现场改稿子改成 diss 赵小棠的。我觉得我们现场除了迪哥，就没有人能完全认出303、101、The Nine，还有 Rise， 好 9%。那个确实，不要现在 cue 我把他们名字报一遍，报一遍。好，你们打在屏幕上就行了，很难报。来，你要说的是，然后他发现他其实不熟啊，其实不熟啊。回来我俩还聊天，我说小唐你肯定没看过节目，他说看过，我怎么能不认识你呢？对。然后10分钟他就消失了，就很明显他就开始补了，是吧？哎。然后10分钟之后回来说哥你是冠军啊。然后还有一个更夸张的是我录的一个节目，然后也是很多人，然后也是第一次见面都不太熟，但是从不熟到熟我们已经录了3期了。然后但我对其中一个嘉宾啊，我就一直很存疑。就是他口音很重，他一直跟我叫敏哥，王敏，敏哥，王敏啊，敏哥啊，出宫了，敏哥。然后我觉得那就是人口音问题呗，对吧？你也没必要纠正，然后也没必要问。直到第3期有一天，然后就是一平老师给我们换电池的时候，说那个王敏老师换个电，他站我旁边，他说王冕是谁？我突然意识到。他只是不 care 我，包括其他人 cue 我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在意过，把你都叫脱敏了。我懂，你别笑，你知道是谁吗？我不知道谁啊？谁？我也认得吧？谁啊？你刚才讲来听一下。谁这么没礼貌？不是，人家确实可能是口音问题。你猜一下，来，我陈赫。怎么一猜就中啊？我还被人家叫大张伟嘛，但是他也想管我叫大老师嘛。他见面说：“哎，大老张你好。”大老张啊来了啊。其实我也有类似的事，尤其是像我经常接那种主持红毯的活，必须得了解他们今天来的是谁啊什么。那就麻烦了，你都得记住。哎，可是有手卡，你还得。对，当时的微博之夜是去年的，然后我们提前1天还要去彩排，要告知我们艺人是按什么顺序来啊什么的，我们就要把手卡都归类好。顺序变了，结果艺人来的顺序就会有些调整啊。
但是那个调整的就是开始跟我们手卡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有的时候就必须纯靠我们自己找，或者靠我们眼睛看，对，就太可怕。因为那天那个红毯特别长，长到就是我视力那么好，我完全看不清楚那边是谁。远处有一个艺人，服装是全身黑，还有个帽子，他坐在后场区，他是这样的。哇塞，这么帅吗？真的，他是这样的，他这样的。要吧？我说他全程这样走红毯啊？蹲着走啊！所以我就必须全靠自己。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王嘉尔。因为王嘉尔那天穿的自己的服装品牌是一个睡衣的那种，因为王嘉尔就很随性那种感觉，为了符合他睡衣的调性，我说。Yes， 哎呀，采访一下，OK， 谢谢王嘉尔，谢谢王嘉尔。一回头来了3个人，3个，又来了，他们是王嘉2加1，谁？然后呢，我旁边主持的是李莎明子啊，然后李莎当时先说的是，好的，接下来走上红毯的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偶像。可以，他们给你啊，太狠了，这也太狠了。确实该到我了，让我说，是的。那么走上红毯的是李莎，就把她的手卡递过来了。我说，接下来让我们欢迎阿云嘎、周笔畅、不对，是那个陈楚生，来安排就是阿云嘎他们3个走。李莎名字的手卡没有改，新的手卡我没有翻到啊，我直接就喊错名字，但是就没办法，直接这么喊出来了。所以我的感受就是，有的时候其实你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你不熟的话就不熟，你从不熟到熟的过程中，其实可以积累很多故事，然后大家也不会那么尴尬。哇，很杨迪这句话说的，真的，要不然还得让副局长帮你总结，让他们干点活吧。哎，特别好，厉害。好嘞，那么下面一位提案的，要有请到我们非常清爽的这位脱口秀，叫做我们的嘉浩。听说是有音效的，大家好，我是小浩。我发现 live house 里边最难 live 啊？为什么？你说他们假唱是吧？假唱。live house 里边有很多 underground 的规矩，让我真的很难 understand 啊。有一次我去感受了一下，听了一个拼盘的 live house，先上来了个摇滚乐队，哎，我第一次去嘛，我看大家都很嗨，跟着一起造呗，我就 rock 嗨起来。3分钟以后，从我背后伸出一只温暖的大手，哦，你 rap 错了，我头都没敢回当时。但我知道后面是个大哥，因为他好有力啊。就这么尴尬的一个场合，我就跟着一起 rock。我不知道为什么 rock 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大拇指没有 rock 的资格。这样的吗？是这样的吗？这样子。我就这个样子在那 rock 了一会儿之后，后面很难，对不对？因为那个大哥掰我的手指，前面也不简单，前面有个爆炸头，脱口秀演员黑灯，大家知道吗？明白？就爆炸头，就像一个大的洗浴球在你的面前，哇，他就一直在那儿蹦，真的挠得你脸很痒。其他人都是在那啊，我在那啊，很难受啊。关键一首歌下来，我全妆变成素颜了，哎呀，脱没了，很尴尬啊。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尴尬的时候，突然有人在那喊了一句：“开火车了！”开火车啊！我懵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开火车，什么是火车，要往哪里开？估计那个后面掰我手指的大哥看出我是第一次来的了，他就安慰我。他别怕，我在你后面呢。我心想，大哥你在我后面，我才怕点。关键当时什么情况？那个大哥，你想在后面拍我的肩膀，我前面站了一个洗浴球，我的妈呀！我们3个人连在一起，像我的母校的校徽一样。大家看，中国人民大学。哇，你是想炫耀一下你的学历吧？没有任何炫耀的意思。中国人民大学很普通的一所大学啊，很普通。哎，承让。当时就火车就把我送到了一个前3、4排很黄金的位置，
啊，这个时候他们换组合了，摇滚歌手唱完了，出来了一个 rapper。来了，但是 rapper 好酷啊，他直接出来就是要造起来造起来 be real， 让他拿瓶矿泉水 be real， 啊，他就把那个水洒出去了啊，被洒的人就特别开心。为什么开心？你们是植物吗？我不太懂。他们就觉得这样是很快乐的一个事情。这个时候一个声音让我安静了下来，他说别怕，我在你后面呢。又来了，大哥还在我后面保护着我，所以我最后真的希望所有 live house 能够给我这样又喜欢了解点音乐，但我真的不懂规矩的人一个过渡的区域，就是我先在那儿慢慢懂一些规矩，等到我合适了，我再加入大家一起开火车，先培训一下，是不是？对，我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块区域，也希望大家多去 live house 支持音乐，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好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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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一点，啊，好听。来一点，支持一下四川老乡，谢谢迪哥，很巧妙，很巧妙，很巧妙。哎呀 ，Live House 谁去过 Live House？有谁要补充的吗？对吧？哎呀，没有那么多人去过 Live House， 你看看刘维。我其实是很怕 Live House 的，因为我经纪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很喜欢当大哥，所以他永远在 Live House 都坐在中心位，然后他就叫我来，他难得邀请我跟他一起参加派对啊。我到了那之后，我人都没有坐在那个沙发上，服务员开始给我别麦了。然后我经纪人坐在那儿，然后就有点醉醺醺的说：“给他们唱2首。”好夸张，震慑他们。我一点儿也不夸张，我当时我整个人都懵了。就是这并不是一个通告，是不是？这不是通告，当我告而且我那天素颜戴了个帽子，脸又很浮肿，那连眉毛我都没有画，是吧？啊，就是我整个人丑到一个离谱，然后告诉我让我上台。那个场合特别对，然后人会觉得我是不是接私活，然后那种白天干那个艺人，然后晚上还接那种嘿大家好，这像孙木子的活儿。快来嗨！对对对。然后这个时候，但是我又想说，我的经纪人已经给我逼到这个份上，我没有什么抉择了，然后我就对着吼他，我说：“别管我！”然后我就上台了，上台我就站在最边上开始唱歌。然后唱歌了之后，我也当时没想什么，我隐藏的很好，用我帽子，我就低着头啊唱。唱完了之后，我打开手机，好多微信都在问我说：“刘维，你是不是在空瓶子？”我说啊，他们怎么知道？后来我才发现，原本那个 live house 后面的大屏都是那些字幕，到我上台，9个人站台上，大屏只有我，整个大屏都是我后面。哦，真的。然后我下来的时候，我发现哇，经理送了他2瓶酒。经纪人对，换酒。对。哎呀，酒喝完了，哎呀，一人上。喝2瓶，黑糖，哎，黑糖，哎，起来，上来，再。好惨哦！我真的就是这样的，而且我告诉你，这种事儿竟然还会发生到第2次。啊，这次确实没有上台，结果歌手下台互动，然后歌手就唱着唱着，突然就走下台，就冲着我们那桌去，然后走到我面前，而且那个歌手当时唱的是 Single Ladies， 我了如指掌。哦，这样，比如说你是你，我是那个歌手，你坐那儿吧。I'm single lady, I'm single lady. Oh. 你活该上台唱歌，真的，你唱的比歌手还猛。后来给他送了一张酒卡。这俩经纪人就是收费了，我跟你说，没告诉你。你经纪人在那儿绝对有额外的股份。对，而且我经纪人不让我接私活，他竟然那是他的支线任务。我都说了，我这个故事有点悲剧，其实不好笑，挺惨的，所以我还是去录《再见吧经纪人》，这个很适合我。感谢我们这次的姐姐。好，下面来的这位也是我们心目中的公主，就是我们的汤香月。终于到我了，各位副厂长可以尽情的。副厂长，副厂长，副厂长，副厂长是啥？什么单位啊？什么单位？厂长，哎，这帮职工朋友们，职工朋友们，哎，做保温杯的是吧？副局长，副局长，副局长是吧？火星情报局啊，那是。火星情报厂。当然。
我意思是你们可以尽情的那个接梗 disturb me 之类的。OK， disturb 啊，来吧，来厂长。完了，你看太紧张了，讲不了了。退，你说吧，说，开始说。你发现了啥？他要懵了已经。这太难开始了呀！啊，我发现美少女。我发现地球人都梦想着衣锦还村。哦，这个地球人呢，主要是指我啊，我想衣锦还村，因为大家一般说衣锦还乡嘛，对吧？对。说实话，我今年确实混得还可以。我到我们镇里、乡里边有很多朋友能认识我，还想来采访啊啥的哈。但是到了村里，完全不是这种情况。那为什么我之所以还村呢？因为我以前不就是辞职去说脱口秀了嘛，没有了工作，没有了社保，还没有对象，村里老说我爸妈也特别丢脸感觉。但是今年不一样了，我在一档非常热门的喜剧综艺上取得了第6名的好成绩。哎呦喂！所以你们可以叫我喜剧老六以后啊哈。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我在总决赛的舞台上，我就知道我要立刻回家啊！我要让我爸妈成为这个村里最能抬得起头的人，我让他们抬得脖子疼，让他们像流鼻血一样天天这样。我称之为抬头计划。然后正好呢，我接了一个商务，一个家居的一个商务。哎呦喂，厉害！甲方说送我一个沙发，我说别沙发了，沙发显得不是很气派，你送我一张你们店里最大的床，然后送到我的老家，因为我知道村里边一定会有很多人嘛，让大家抬着床这样过去。那不是一张简单的床，那是一个1.8米乘2米的脸。那是我给家里长的1.8米乘2米的脸。然后呢，甲方很好，还派了安装的师傅上门了，结果上门他是几块那样抬过去的，要拼，就很没有面子。这样去了之后，我妈妈没有让人家给我拼，她就放在那儿就走了，跟我说：“哎，我查了一下黄历哦，今天的日子不是很好，不适合安床。安了的话，家宅不宁。”我说是家宅不宁的问题吗？我的脸就这么大，8块放在那儿了。所以抬头计划就被一些神秘的东方力量给搁置了。但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非常坚强。那就说我亲自回家，女主角亲自回家。亲自回家了，回家都得亲自回家现在。衣锦还乡嘛，你首先要衣锦嘛，衣锦。然后我特意去斥巨资买了一件人造毛的貂皮大衣，跟真貂没区别。回村我连客车都不坐了，因为我觉得客车根本配不上现在的我。我打电话让我爸爸亲自来接我，我们家都特别喜欢亲自。亲子活动嘛啊！上车呢，我就开始幻想了，你说我穿着一身貂，涂着烈焰红唇，到了村口，在所有人的目光下，缓缓地拉开面包车的推拉门，然后出来 ，BGM 就是为所有爱执着的痛，为所有很执着的伤。我林品如又回来了。哎呀，我看谁还瞧不起我啊！一切按计划进行，如愿到达了村口。我爸提前下车去看了一下，村口有人，村口的情报区还开着啊，太重要了，就靠他们给我造势了。然后呢，车缓缓地停下，我先伸腿，哇哦，然后探身，然后露头，哦，帅的啊！定点，哎呦，设计好了。定点，哇哦！所有人全部愣住，没有一个人围上来，真的不围上来，僵持了得半分钟吧。你也不走？我想我确实变漂亮了，这任务出来了哈。但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很坚强。你们不过来我就过去，山不过来我就过去，受不了。你不认得我了，你不认得，你看我这个痣，你认得不？我是祥宇。对，然后我就加入了他们，一开口大家认出来了。哎呦，是相遇回来了，啥的。我在想，快问我这2年在忙什么？快问我。他们问了，
问了说，哎，你老公怎么没有回来？不是说听说你好几年没回来，嫁到外地去了？另外一个大娘就捅咕他说，哎，别问了，别问了，说是离了。就是你只要几年不回家，传你坐牢的都有，你知道吗？聊多八卦啊。对，这时候我就有点汗流浃背了。他们说你穿这个是不是热呀？我说不热，就是有点扎脖子，有点芒刺在背，如鲠在喉。然后他们很有眼力劲儿啊，就开始转移话题了，又开始聊谁家又生孩子了，谁家婆媳打仗了，谁家又离婚了啊。我说，哎，有没有人视野大一点，咱走出这些东西，咱们聊一聊格局更大的一些话题，比如说电视上的一些东西。旁边大爷说，哎，当然有啊，我觉得美国吧。我说大爷先等一下，后边节目不让播了。是不是太完整了，以至于没办法插话呀？美国的事儿我们绝不插手。格局打开了。请讲，请讲。然后我就在想，那我可能是我一个文娱板块夹在民生板块跟国际板块之间，那确实不能算什么。然后我只能在那个寒风中裹紧我的貂皮，也算是一定程度的衣锦还乡了吧。没错。然后呢，我打听了一下，我调研了一下，其实现在村里边他不怎么看脱口秀节目，他看的还是电视晚会。他们其实还是看电视剧多一点，他们更加认可的是演员和歌手。所以呢，我打算在这里演唱一首著名歌手的演员。天哪，那咱们要感受一下了，我。那麻烦灯光老师、keyboard 老师给我一个 key， 或者是给我一个配合。一个灯光老师、keyboard 老师，你这个是口音，是用什么口音唱来着没？不是，敢偏和你也戳着我小王不来了。drop a beat 啊 ，drop。该配合你演出的我也视而不见，别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原来当爱放下放背后的这些那些，都有个期限。哎呀，其实台下的观众就我一个，常人若也看出你有点不舍，场景也习惯我们来回拉扯，还计较着什么？其实说分不开的也不简单。其实keyboard老师怎么到我唱就不跟了呢？调太高了，调太高了。来，接着唱，一张。其实说分不开的也不简单，其实感情最怕的就是拖着，越演到中场戏越远。太高了！开玩笑。谢谢哈。可以衣锦还村了。香玉啊，你呀使错劲儿了啊！为什么呀？其实我跟你说，想自信啊，根本不用穿貂。你的笑容就是最自信的表情包。回村前啊，我觉得你就应该做好口腔护理，对不对？用高露洁抗牙结石牙膏，独家专利竞购配方，3倍抑制牙结石再生，把牙齿刷得明明白白的。一到村口，一边笑一边送，全村人人手一支。告诉他们，这个可是200多年的国际大品牌高露洁。这样全村人就知道了，唐家的女儿肯定是出息了，给全村每个人都送了高级货。给一个，哎，来，完整了不容易，这个啊，谢谢，棒。但是我必须说句实话，唐香玉唱歌是好听的。对，刚开始以为你一张嘴是简单，以为你要走这个路子呢。没有那么夸张，我一点口音都没有。
你很没有口音啊！你没有。以前是我们学校广播台的演那个方言节目。你算了吧你。哎，志婷，如果用粤语唱这首歌的话，我还没听过粤语唱这首歌，粤语怎么唱？哎，对，哎，你说广东话版，哎，老师给 key， 给 key。該配合你現出的我，現視裏不見，別逼一個最愛你的人即興表演。什麼時候我們開始沒有了底線，順着別人的謊言，被動得不顯得可憐。看你曾經那麼愛我，幹嘛仍學希冀？看你曾經。我該變成什麼樣子，才能配合出樣子？原來當愛放下謊背後，你這時那時都有個希冀下。好聽哎！哎，志婷，你唱粵語的歌好好聽哦。我是香港人。啊，刚刚讲到衣锦还村，其实我没有衣锦还村，但是我那个时候去成都上大学嘛，我们从小县城出去到成都之后，就感觉自己一下开眼界了，见了很多大世面，就特别想让家里人也体验一下。所以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全家都到成都过年嘛，有一家商场的地下1楼有一个那个泡芙，哎，好。以前最流行那种泡芙，里面奶油特别多。对我说走，全家冲，就去吃那个泡芙，一咬全破，我爸的胳膊嘎。全是奶油，我爸，哎呦，家人。然后我说泡芙吃完没有？泡芙吃完没有？走，全家上楼看电影，走。5楼走以后，站住，这家贡茶奶茶那个奶盖我没有喝过那么好，因为那个时候刚流行奶盖啊，很特别。就是我说爸妈喝，我爸好，这一层那个奶，然后全家看电影《冰雪奇缘》。因为我那个时候看过一遍《冰雪奇缘》，我觉得特别好看，最好看。然后我爸就进去，我爸说啊，哎，怎么打随俗了？来看动画片，手上拿着一杯贡茶。我爸这儿也下雪了，《冰雪奇缘》。出来有孩子说。哎呀，好看是好看，但是真的是这么大了还出来看动画片 ，Let it go。内心我确实不知道他们喜不喜欢，但感觉整个过程还挺有意思，就是属于我，虽然不是衣锦还村嘛，但是也是那种陪伴家人的一个故事吧。得嘞，说得开心啊，想起来都激动。我其实现在跟我以前玩的特别好的朋友走得特别的远。好无助，你知道，好无力。你也想衣锦还乡，或者说是跟大家一起变成以前那样，但是有些时候因为有些因素，你是真的变不回去了。我有一次就跟我朋友特别好，就那种真的是小时候有几块钱大家会一起花的这种朋友，2个特别好的到我家来玩。可是当我跟他们好好聊天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我的声音在他的手机里开始重复。怎么回事？直播了吗？录音。他就为了炫耀，他说：“哎，我跟薛之谦其实是啥呢？”他就在那边一直按着，可能跟他女朋友就发我的聊天。录视频，60秒就录了。就跟我说：“哎呦，兄弟，咱们以前咱们一起去网吧啥的事儿。”对，去网吧。突然之间发现，我的声音在重复，我就一下子问我说：“你干嘛呢？”而且那种私下是那种比较坦诚的那种感觉，结果就发出去。然后之后吧，就是你发现，如果你真的去同学聚会的时候，他们就都会尽量想办法，就是比如在那边中国人，他们就这样举起来，偷拍，其实就一直在拍你，就后来我觉得，哎，我好无助，你知道，好无力。我很想跟他们一起玩，不是你不想回去，是真的那个环境，你有的时候是回不去。对，这个我能理解，因为有时候跟以前的同学带着你一块投资什么的，我都跟他说咱俩8字不合。他说哪个8字不合？我说我走道是内8字，你是外8字。咱俩8字不合，不要跟我聊这些了。什么笑话？下面各位老师朋友们，不要轻易鼓掌。也不要轻易的笑，为什么？因为领导要出来讲话了。领导，有请出我们的成龙。领导。成龙，你作为领导就要好好把握，你要说不过你的员工，那就太过分了。肯定说不过。我发现，哎呀，脱口秀团队的领导不好当。哎呀，太难当了。没有人鼓掌，你自己表演。这就很难当，自己先领掌。领导，
因为我是这个脱口秀很多节目的总编剧嘛，所以大家就会说我是领导什么的。其实我并没有任何实权。你没有权利的在公司里？没有，什么都没有，我只能搞一些票啊，这个。这是最大的权利。这个脱口秀领导为什么比较难当呢？首先是因为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是要背锅。哦，背锅。就是很多脱口秀演员不爱干的活儿，我们都得领导自己去干。奇葩说我上过，大家有人可能觉得我自己怎么接了一档辩论节目？对呀，其实是因为大家不想上，只能我去上，只能您来啊，来证明脱口秀也能辩论。结果我去了之后，果然不会辩论，证明了非常的好，被骂得很惨啊，证明了这个说法啊。对，所以今天上火星情报局也是很多人不想上，只能我上。你们公司不想上的人名字都报出来。我们都想上啊。成功，今天就少了一位，你看。哎，真的假的？这本来是谁啊？所以去了每一个节目都是这么说的，是吗？我们发了你们公司很多人，结果都拒绝了，有哪些人拒绝我们了？哎呀，假的！为什么要在台上讲假话？是的，没事，您说啊。其实所有的综艺节目里面，最真心希望我上的是《再见爱人》。哎，说实话，我听说第1季就邀约你们了。我每一年都有，在筹备的时候都在一直邀，对，重金邀请我。你为什么不去？怕再被骂吗？为什么又再被骂这个？一个是另一个人没答应，他等不及了要再见了，他录不了那个节目了。回到我们脱口秀吧，不要说再见爱人。你自己提的，神经病啊！不要去领导，领导接着说啊，领导。然后我们平时呢，我们脱口秀演员也非常难以管理，完了要垮了，非常难以管理，感觉要垮了我。没事，有台阶给领导台阶下，给领导台阶下，懂不懂事儿？现在就给领导个垫儿。对，直接就垫上，双台阶。哎呦，这是真正领导啊！好，接着来，刚刚讲到哪儿了？这个脱口秀演员很难管理嘛。那是。然后我去见了一下赵本山老师，泰斗啊，真正的喜剧之王。哇塞，大家是真的尊重他。那是。我是真的不被尊重啊。然后我发现为什么我们没有那么受到尊重，是因为这个我们没有一些他们的师承的体制，对吧？没有人说哇，老师，我想跟你学脱口秀，哇，是吧？拜见大王。你要的是这个，是想当大王，可以讲脱口秀了，参见师傅。但是我觉得他们所谓的不尊重你，是因为你开得起玩笑，对不对？就是对，因为爱你，所以当然我也会给大家带来一点福利了，就是当你还是很新的人的时候，去让你长一点见识，因为我的见识也不多。见大佬啊，去见一些大佬，然后见到大佬非常尴尬，因为跟那大佬也不熟。大佬就说：“哎，听说你们是讲脱口秀的，来幽默一个。”我们几个完全不幽默，然后大佬一看很尴尬，就开始带我们喊口号说哇要把中国脱口秀带向全世界我们心里很懵啊，我脱口秀就是从全世界带过来的，这怎么带向全世界？非常懵。所以，我还是从台阶上下来的。领导多虑了，刚才还可以。好。我想问一下。这个现场幽默这一块，冕子你能不能？我得说个公道话啊，脱口秀领导确实挺难当的。成哥呢就经常焦虑的睡不着觉，你要去了再见爱人，肯定更睡不着。我给你一个好办法，好吧？你把床垫换成洗涤门吧，快速入睡，立刻拥有深度好睡眠，睡着睡着喜事就来了。换床垫吧，成哥，马上就换成这样解决了。好的，换。哎呀！大家还有谁跟领导有？我有个故事。志廷有。你的领导是？我非常有幸的，我入行的第一位老板是4大天王的黎明先生。他的思维非常的飞，然后他怎么的飞法呢？就在我的第一个专辑呢，他就选择了这么一个艺术创意，大家可以看一下。哇，光着膀子呢是吗？哎，那个字儿拿走是啥呀？
他是个很好的老板啊。我当时是个新人，我们这个版本他花了4次的钱，我们拍了4次。第一次草不对，第2次天不对，第3次是草跟天的搭配显得我是偷渡的，偷渡。第4次呢，我想到了，他说我去买一些草，然后我们披一个天空上去，我们进棚拍。哦，他非常理解天，因为他是黎明嘛。然后那个。不是，你当时拍这个东西不会是全部脱光拍的吧？没有，我穿裤子。有必要吗？只拍这？坏了，我讲的是领导的故事，现在全都的焦点在我这张照片上面了。那你别放这照片啊，半裸怎么回事啊？这是。哎，您接着说，黎明老师接着教您什么了？然后他就是很飞嘛，但是他也是非常疼我的，这个投放超级多，所有地铁站、公交站、地铁里头那么大的广告，对啊，别人一开门看你光着膀子在这边看。后来也有一次我跟文咏珊拍了一部戏，我们公司都有那种公关部门，就是教你，就是艺人呢是有制造话题的责任的。你有的时候哪怕你没东西说，你得编点东西或者制造一些话题。我就新人嘛，我说好的，听懂那种发布会，然后香港记者也非常的直接。那文咏珊会有继父的建树吗？问的好直接哦。然后我就说啊，这部电影讲的是爱情，所以是会有我们之间的一些个摩擦的。啊！我当时以为我任务完成了，对不对？那个公关姐姐跟我说，我得背负话题，我说这句话，哇！黎明老师黑着脸，然后过来，黑着脸，哇！然后他说话是这样的，大家有没有发现？他演完梅兰芳之后，好像就冲你发誓啊！他跟我说，摩擦，你想的可能是这种摩擦，但是别的人可能想的是别的摩擦。然后你现在或许开的是个滑翔机，但你未来可能要开火箭的。开火箭的人不会说摩擦。好像你两个说的，好像黎明老师，他的顿点好像哦。摩擦，对。他其实是个非常好的老板，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刚出道是个小艺人，你开的是滑翔机，也许有一天命运允许你可以开火箭的。而如果你能到那个级别的话，你不要再乱制造话题，没有必要。哦。所以他一个天王在给我赋予我这个信心，所以希望有更多像他这样的好老板啊！希望各位观众也能遇到这样的好老板。不是我了，我以为说陈哥你。其实当那个能领导别人的人，其实都特别不容易，真的，因为要教会很多人很多事情啊，大家相互理解就可以了。同学们，本次会议呢，所有的特工提案已经全部结束，大家觉得好看吗？耶！谁能拿到王牌特工呢？还得看今天的观众投票喽。你可以投给你认为提案对我们地球人最有意义，同时又最有梗的那个人。记住了，每个人只能投给1位特工，大家请谨慎选择，按下你神圣的一票，现在开始。耶！你觉得是谁？我觉得是我。我觉得是欧阳弟弟。谢谢。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你。弟弟，加油！宋木子应该无所谓这个结果哈。哦，好在意现在。就来了。观众投票通道关闭。统计结束。现在大副局长手上呢就有一张我们今天要公布的最高票数的王牌特工，到底是谁？他会是谁呢？让我们3个一起来鉴赏一下。来。哇哦！想不到。他们好会演。陈露果然没进前5位。哇！陈露连票数都懒得叫，零也得写呀。没有。哎呦喂，宋木子还是人气之王啊！而且前2位互相上下哈。今天的这个得主呢，前2位都是女生。最终会成为本期的王牌特工的是谁？他就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唐湘月。恭喜，开心！
我比拿大王还开心啊！当然，这是代表我们火星的每个王牌特工都会拥有的一个王牌勋章。给我呀！给你啦，谢谢。拿着回到乡里头，我乡亲们，我回来了。啊，真的，我要把它放在这儿。没必要定在这里吧？谢谢你们，谢谢，恭喜唐香玉。同学们，我们本期的火星情报局会议就开到这里了。我宣布，火星情报局第7季第3次会议圆满结束。我们下期见。